封印暗月，对抗堕神，援救仙盟，一刻都没有停过。谢雪晨，你累不累啊？这一路，你也一直与我同行。你累不累？累自然是累啦，但谁让我选了你呢？不管多难多险，你都不能抛下我。荣渊之下堕神苏醒，也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真是假。无论真假，谢雪晨，你要知道，无论是大哥哥，还是那个堕神，他们都不是你。在我心里，你不是任何人的附属或者替代，你是独一无二的谢雪晨。我的谢雪晨。可事情看似告一段落，实则并未解决。暗域的封印只是一时的，只要心魔不灭，暗族破封印而出是早晚的事。还有何仙魔，也不知为何，不知所踪。他谋划多年，必是有所企图。不可能无缘无故放弃一切离去。谢城主，如此行色匆匆，出何事了？秋明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净化宫传的消息说，秋明带人清理战场之后就不见了。他会去哪儿？会不会出事了？高修士醒了，这是今日新到的茶，高修士来一起尝尝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当日星辰谷，最后留下的只有5个人，除了已死的桑琪、素公主，剩下的便是雪晨、木姑娘和高修士你。此番大战，何仙我不知所踪，可他一直盯着混沌珠，必定会找知情人逼问，而高修士你便是其中之一。是以雪晨让我秘密护你在此。那现在外面情况如何？仙盟有击退灵族吗？暗族加入了战局，形势反转，人族溃败，死伤无数。眼下急需混沌珠，需借助混沌之力重建万仙阵。谢雪晨会看好混沌珠的，该怎么用，自有他的考量。还请南庄主立刻送我回镜花城，我不能看着暗族屠戮人界。所以说，混沌珠在谢雪晨手上。混沌珠在谁手上，我并不清楚。南庄主跟谢雪晨是知交好友，这个问题你不应该去问他吗？那若是南某偏偏想听高修士讲给我听呢？南庄主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高修士，你在害怕？我有什么可怕的？难不成南庄主还打算对我动手？高修士说笑了。南某只想请高修士赏一幅画。这幅江山图是南某信手所画，画中山水花鸟齐备，可总觉得缺了些灵魂。我才疏学浅，不懂赏画，先回净化宫了。南虚渊，你想干什么？
高修士好像有些激动啊，不如再睡一觉吧。善中静，画中人。这片山水天地，有你一人独享，总该是满足的吧。南庄主未免也太不怜香惜玉了些。你方才听到了，混沌珠在谢雪晨手里。但我倒有些好奇，桑琪和高秋明立场完全不同，甚至是仇敌，却都默契地闭口隐瞒。他们想要保护的，究竟是混沌珠，亦或是某个人？还是说，混沌珠就是这个人？何仙我，打消你的念头。我说过，你敢动他，我灭你。南庄主是不想去那梦中之地了呀？梦中之地，眼前之人，若二者不能兼得，我保后者。即便这眼前之人屡屡为了谢雪晨而无视你的心意，甚至妨碍你的计划，不错，的确是好茶。混沌珠是开启天梯的钥匙，只要天梯能修复，最后我可以留他一命。不过南庄主，你该不会连伤他分毫都舍不得吧？若我当真，就舍不得呢。那你为何又不愿杀谢雪晨？我早便同你说过，谢雪晨的存在是个威胁，不仅对你我来说是，对穆玄灵也是。只要谢雪晨在，穆玄灵就会一次又一次的陪着他以命犯险，说不准哪天就死了。你既要保穆玄灵，何不同我一起杀了谢雪晨？你们是说，秋明的失踪跟何宪我有关？传盟主令，全仙盟通缉何宪我。不仅要通缉令，我还要万金悬赏。不管多少金，我都要把秋明找回来。他不会有事的，别乱了心神。乱心神？我跟高秋明什么关系啊？我最讨厌他了，他最好出事。是吗？嗯，当然了。你其实不恨他，对吧？小时候的仇，谁还会真记一辈子？这场大战，死的人够多了。高秋明，我不许他死。高修士被他抓走了，居然有2个红影，一定得抓住他。对呀。
哥哥，还是叔叔？大人的事不该扬起你。你可以继续叫我哥哥，但不能叫我叔叔。哎呀，哥哥一直不吃东西，会饿坏的。娘亲说，心里苦的时候吃下一点点心，会甜上一点点哦。心里有苦，也得面对，笑着走下去，爹娘才能放心。哥哥，对不起，是他带来的灵族害死了你的爹娘。阿宝，阿宝，怕哥哥会讨厌阿宝。阿宝，哥哥不是什么大圣人，我虽然不会复仇，但我也是真的不想见到江离了。但他是他，你是你，哥哥不会讨厌阿宝。哥哥，如果你一个人感到孤单，阿宝一定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好，哥哥想清楚了，我会把秋明平平安安的带回来。我有好多话想当面告诉他。公主，公主，有高修氏的消息了。找到秋明了。我们也刚到，是云秀山庄收到的消息。县盟通缉令、悬赏令传遍各处。今日清晨山庄一修士禀报，说是看到何宪我将高修士带去了暗域。何宪我带他去暗域干什么？原因还不清楚，但何宪我心机深沉，他行的每一步都有自己的谋算。如今看来，他之前很可能是故意制造三族大乱。一方面，趁着混乱掳走高修士；另一方面，他想借仙盟之手，封印暗族，以便他在暗域实施自己真正的计划。什么是真正的计划？他想用混沌之力打开天梯，前往神界。难不成何宪我以为高秋明是混沌珠？秋明是混沌珠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他猜错了，高秋明不是。但若何宪我这么以为，难不成他是想借高秋明之力修复天梯？据传当年人皇昭明获释，甚至与上天弑神，惹了神怒，神族不愿再庇护人族，于是斩断了天梯。那何宪我为什么会觉得有了混沌珠就能修复天梯？因为斩断天梯的就是混沌珠。上古神器，混沌珠。天命书随创世而生，一个掌时空为司晨，另一个掌因果为司命。他们都是天道的执行者，亦是高于神族的存在。不过天命书从未现过世，所以何宪我能渴求的只有落在人界的混沌珠。但我在暗域10年，从没有见过什么天梯遗迹，也没有听人提起过。若传说为真，那天梯遗迹上必定还残留着混沌之力。混沌之力可以扰乱时空，甚至可以让时空折叠隐藏，所以你看不到也是自然。别说这么多了，我这就去暗域救秋明。傅兰生，那是何宪我，你自己一个人去送死吗？那倘若何宪我知道他不是混沌珠，必然会杀人灭口，到时候一切都晚了。你要去，也得带上筹码。
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此番请你前来，只是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小忙，将混沌珠引来。举手之劳，想必你不会吝啬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混沌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想不到你还颇有情谊，只是有一点你想错了。你越是为他掩饰，为他隐瞒，便越是暴露了真相。混沌珠就是穆玄灵。他区区一个灵族，怎么可能跟神器沾边？你未免也太抬举他了吧？万年前，天梯便是被混沌珠斩落在这里。这遗迹之中，充斥着混沌之力，只有混沌珠可见。凡人若是进去，便会在其中永久迷失。高修士，你可想进去试试？你在威胁我，是吗？我和你说过了，穆玄灵他不是混沌珠，他就不是。高修士，我只是想让穆玄灵帮我修复天梯，不会伤害任何人。不会伤害任何人。这三族之乱，伤者多少，亡者多少，天下苍生的命难道不是命吗？我也很遗憾。你说的倒轻巧。你为了打开天梯，不择手段，丧心病狂。这天界有什么非去不可的？听说天界有永不断流的仙泉，无需劳作，只需从人界攫取灵气精华，便可人人长生不老，无所忧愁。可人族却要经历生老病死，仅仅是想吃饱饭，都要仰赖老天垂怜。我很想到天界去看看，为何世事会如此不公。你设修仙阁，屡屡作乱，手上沾了多少鲜血？现在又来这儿做慈悲之相。与你论道倒是有几分意思，只是恐怕已经没有时间了。你的朋友们已经来了。秋米，傅雷生，何仙武，你放开他！他跟南虚月是一伙的，他们还有后招，你们快走，快走！放开他，换我来，我任你处置。何仙武，你想要的是我，放了他。我来解决。他剑在颈上，你的剑就算再快，也怕有万一。我才是混沌珠，事情因我而起，我不想欠他的。我相信的是你，即便我落入何仙我手中，你也一定能把我救出来的，对不对？穆玄灵，你我是死对头，我从没喜欢过你。就算你现在过来换我，我一点也不会感激你的，一点也不会。你少废话！你以为我喜欢你吗？你这个废物，怕是流年不利，老是被人挟持。我劝你回去还是学遁术，打不过就跑。穆玄灵，小的时候让你为我替死，是我亏欠。今日我便全部还给你。不要！秋米，高秋米，
四方剑阵！你走不了了。谢城主似乎得意的太早了。高秋明虽然愚钝，却有一句话说对了：我既与南虚月合谋，又岂会不留有后招？南庄主，该你动手了。万仙阵，南虚月，你背叛我！从未效忠，何谈背叛？6000年前，仙盟耗尽混沌珠之力，才得以建立万仙阵。如今你们空有混沌珠之体，却缺混沌之力，想重建万仙阵，简直痴妄！痴妄。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，可何羡慕为什么能活这么多年？难道他也见过论尽上神？不像，长生是何种代价，你已经看到了。不过，我曾经确实听闻过一种吸取他人骨血精元，用他人寿命给自己延寿的邪法。施法者虽然能给自己延寿，但也会遭受极大的反噬折磨。外表如常，内里却如一团烂肉，腐朽不堪，最终会一朝爆体，加倍痛苦的死去。我想这家伙就是修炼了这邪法。究竟是什么目的，能让一个人做到如此？乾光君，我还有一事想请教。如今暗域只靠桑启的灵丹封印，恐怕无法长久。我有意重建万仙阵。之前先辈的古籍我都看过了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混沌之力。可混沌珠早在6000年前就已被耗尽力量，如若没有混沌之力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重建万仙阵？的确有一法，可以不借混沌之力，也能完成阵法。需让当世3位灵力至强者分别站在修、生、死3门之上，即可完成阵法。多谢乾光君。哼，你先别急着谢。死门乃历劫之位，若没有混沌珠的强大力量支撑，死门之人必会灵力耗尽而死。这就是唯一的解法。雍雪城玄天门、镜花宫、碧霄宫，甚至暗域，年长1辈的法相尊者相继陨落。论当世灵力至强者，恰恰剩我、穆玄灵以及你。所以从那时起，并不是我算计你，而是我被算进了你的棋局里。我们无法算到你每一步会怎么走，但知道你最终会怎么走。何羡我，死门为你而备，和南虚月的配合，
并不算难。南虚月，你们当真知道他是怎样的人？知道他在背后都做过些什么？为什么？一个人该死，可他却不想死，就会有挣扎心。挣扎间稍有动摇，便一步错，步步错。我便是如此，无可辩驳。那又为何突然告诉我一切？这便是何仙我的药，可为我殉命，令我被他胁迫，身不由己。如今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。做错事便该偿，杀了我。或者让我为你成事，然后再杀了我。南虚月受我胁迫，身不由己，真是这样吗？将死之人，你就尽管笑吧。笑完之后，带着你所有的罪业，到地下赎罪。起阵。之间的同盟根本就脆弱的不堪一击。南虚月所做之事，你当真可以视而不见，当作无事发生吗？而你呢，南虚月，你真的放得下他吗？你想要活下去，不就是因为他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。不劳你费心了。南虚月，你想清楚，我一旦死了，你便再也拿不到药，你也会死。终于啊，都入阵了。都，南虚月，开阵！好，那便如你所愿。不要！阵已起，阵眼中人皆不得逃，三门皆为死。三人皆死。真是好大一出戏啊！南虚月，难道连他你也要杀吗？你所求究竟为何？
信的是你，即便我落入何仙我手中，你也一定能把我救出来的，对不对？穆玄灵，不该是这样。谁家情郎总是像你这样连名带姓的叫人？以后叫我灵儿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说什么都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跟玄信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谢城主当真要跟南虚月合作？你明知道他不可进行。若要重建万仙阵，必须有一位大阵师来起阵开阵。纵观天下，唯有南虚月能够胜任，我别无选择。倘若他背后另有谋算，从定下计划起，我便押上了自己的性命。宣信，若我身死，你就是下一任仙盟盟主，愿这灵位寿命不会令你太过为难。可是穆姑娘又该如何？她身上有一块玉牌，是南虚月所赠。我接触过那玉牌，的确是护身至宝。只要有他在，玄灵性命无忧。我是问，如果你死了，穆姑娘该如何度过接下来的人生路呢？穆玄灵，生于人界，长于暗域。这世间从来都没有对他好过，他却凭着一腔意志，从不公中杀出一条血路来，将所有的痛苦和折辱都踩在脚下。他从来都不是我的附属，他是他自己。他的人生不会因为我的死而黯淡，而失去意义。我爱他，敬他，也信他，只是留下的往往比先走的那个更痛苦。是我太过自私，要让他做留下的那一个了。每一次作战，你都抱着私志，你总是为所有人考虑，却唯独不为自己留后路。谢学着，你真傻，你心怀天下，总要有人心疼你。死的事情，就让我这个妖女来做吧。对不起，还是你自己留下吧。谢雪珍，这一次换我来保护你，好不好？
受这一击的本该是我。不，你不会死的，我不会让你死。雪莲，雪莲。雪莲，穆雪莲，穆雪莲。你萧宫弟子已去通传高秋明的消息，不过，你当真决定要借万仙阵重建之机，杀了何宪我和谢雪晨吗？一个不顾他人性命，一个不顾自己性命。他恨的，他爱的，都会让他身陷险境，所以他们都得死。可他也在阵中，万仙阵阵法难改，一旦改阵，便只能是三门皆死，他也逃不了。我的玉牌会护着他。代价呢？能抵御万仙阵死门的法器，你要付出什么代价？只是把他所受的伤害转移到我身上罢了。那你会死？杀了何宪我便也活不久了。杀了谢雪晨，他就会恨我。怎么想，最该死的那个人都应该是我吧？我曾说过，若有一天我动了谢雪晨，他便可取我性命。我既允诺于他，便定会做到。所以我和谢雪晨一起死吧，把性命还他便是。我今日才真正发现，你果非清风明月，亦非料事如神。你能成事，是因为你是个疯子，一个不要命的疯子。穆雪莲，穆雪莲，若是再过来，我便立刻杀了你。今天，杀了他！穆雪莲，穆雪莲。这里是暗域的荣渊啊，阁主呢？尊神，阁主让我们救你出碧霄宫，你为何带我们来这儿啊？诸位，
阁主通过令牌传话于我，待修仙阁所有灵族来此集结。他说将要带大家去一个真正平等的无忧之地。无忧之地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现在该你们借我一些力量。 阁主，为什么？谢雪晨。 玉血宫是谢雪晨，阁主要杀我们，是谢雪晨救了我们，一个人族救了我们。煎熬万年，牺牲这么多人的性命，就为了开这天梯，为了成神。在你眼中，神族是什么？过去神族高居9天，统御3界，他们漠视众生为蝼蚁。 给人界带来无尽血泪。那时人族还没有神窍，无法修仙，只得祈求神族眷顾，受神族驱策奴役而不自知。但万年前，唯一能修炼灵力的人族，世人尊他为圣，奉他为人皇。 我娘说，上天后就不能再回家了。有什么好难过的？能被选为神士是家族荣耀，是好事。做神士会被陷阱，我们会死。你别胡说，那不是死，只是离开凡胎肉体，去往天界侍奉神明。别说话。圣君有命，要好生照看这些孩子。是。是圣君要我们去死吗？ 别误会他，孩子。圣君生来便受天道所宠，本不该沾染这世间凡尘。但我在圣君身侧10余年，没有一日他不是在为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而操劳。你所在的村子，难道没有受过他的保护和恩惠吗？即使是人皇圣君，也有他的难处。但我们要相信他，定能给我们最好的世界。然而后来，人皇圣君背逆天道，登天梯。 弑神族，最终落败，世人皆唾弃他的野心和狂妄，可我却敬慕他。我敬慕他身为一介凡人，敢于只身挑战整个神族的勇气和力量。我要的就是让整个不仁的神族覆灭，否则早晚有一天，他们还会再来人间。我杀人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。那就是神吗？ 神事何在？不会有神事了。昭明，你想违背天道吗？神族所行并非正道。今日，我要这天地间只有日月，再无神仙。这不可能！人皇未能杀尽神族，便已陨落，这是我亲眼所见。怎么会没有神？万年前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
圣光，一定还有山，那里一定还有山。邪修不容于世，每隔100年便要改换一次身份皮囊，苟活至今。难得，你还记得我？天书司命，尽知因果，名不虚传。昭明邪躯，逆天诛神，堕入尘魔，震于龙渊。都是假的，世界是假的，传说也是假的。你在说谎，天命树在说谎，万年骗局，这才是真相。昭明无罪，昭明无罪。多谢城主。谢城主，还有最后一件事，我能再见见玄心吗？好。早就跟你讲过了，天气寒凉要多穿件衣服，怎么又忘了？师父，你已经决定了。我与其他人不一样，我并非被暗族附身。也没有受谁胁迫，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所有的罪责也是我该担的。师父曾说我无知。
心不想你死。师父相信你能做到。你天生慧根，心境通透。今日之后，你便是玄天门新任门主。你会助谢城主平息混乱，你会率领玄天门的弟子寻找到一条新的护世之路。答应师父，你会做到。玄心，我会做到。世间情理难断，便须有法度。你莫怪谢城主，也不要怨任何人。这世上我最不忍心骗的，就是你这个傻孩子。那晚给你的法印是真的。当日，正气厅中人人皆有心魔，可未必人人都会入魔。能否克制执念和欲望，能否选择正确的路，终究还是看己身。世间事，并非只有一种答案。所以玄心，去走你的路，去找你自己的答案。师父也只能教你到这儿了。师父，回去吧。最后一程，我想自己走吧。此乃九方玉龙阵，可用来警示灵族行踪。此等多事之秋，多谢南庄主鼎力相助。哎，不必言谢，能用上便好。雪尘和木姑娘最近好吗？一念尊者离世，消息通传各派。 城主刚处理完相关事宜。至于穆玄灵，他倒没有什么事，留在吹雪楼休养。只不过，
闲言碎语多了些，但城主自己不在意，我也不好说些什么。我先回去复命了，告辞。慢走。如此自在的囚徒，倒是第一次见到。有了靠山，自然不一样。男庄主怎么来了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该回运秀山庄了？也是，你本不参与仙盟纷扰，来此也只是为了帮谢雪晨。如今三影头云已灭，仙盟内奸已抓，朱塔亦有各派守护，谢雪晨也恢复了全盛实力，你是该回去逍遥了。那你呢？我如今是雍雪城的囚徒，自在归自在，但仙盟是不会放我走的。去运秀山庄的提议，真的不考虑了？南庄主，你对我的帮助似乎有些过多了。为什么要为一个普通故人冒如此风险？你不是普通的故人。其实当年明月山庄，我曾想带你走的。若那时带走了你，你就不会遇到谢雪晨，也不会遇到桑契，亦不会有10年暗无天日的日子，更不会成为仙盟要诛杀的妖女。穆玄灵，我心有悔。我从未给过你什么，也没有对你多好，你不必如此。你给过？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。给你讲个秘密吧，想听吗？我会保密的。其实，我三教被毁，并非暗族所为，是我弟弟，是他勾结了邪修，假装暗族将我掳走的。星野，你也是我儿子，但你竟然做出戕害兄长之事，为父别无选择。我是与人合谋，害得他三教尽毁，废他双腿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不毁了他，你还知道有我这么个儿子吗？混账！你这个混账，我杀了你！
可那时我遇到了你，你许诺会给我一点点的喜欢。你把你的糖分一点点给我，我把我的一点点喜欢分给你。那只是我的无心之语。我知道，只是多年后重逢，见到了你对谢雪晨的爱与付出，我才明白，我到底错过了什么。南虚月，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喜欢上的是你这个人，还是喜欢你对另一个人的深情与无悔。所以我想我也该走了，试着远离你和他，看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他，走走。你，我心虚什么呀？听到了多少？不多。从你说喜欢他那句开始。这是什么表情？不在意，还是憋着火？为何不告诉我？连我自己都没弄清楚，怎么告诉你？还是说我告诉你，我喜欢他喜欢你的感觉？这听起来不诡异吗？所以我想，我或许该离远些看看。离远些看看之后呢？我认识的谢雪晨，很少追问一件事。你慌了？没有。他满心满眼都是你，你有什么可慌的呀？过几日，我便要回运秀山庄了，到时候你也不必相送。还有，我劝你，一定要先下手为强，早点绝了我的念想，这样便什么都不会改变了。走了。你聊得怎么样嘛？南虚月那些话，我也是第一次听。你生气了？没生气。啊？那今天还下不下山吗？当然下，为什么不下？还说没生气，平时的谢雪晨可不会这么说话。你要不想去就算了。去，落刀子都去。你就这么带我走下山，众目睽睽的，恐怕不好吧？你不杀我，那位素公主已经很不满意了。如今我被散了魔功，就是个普通的灵族了。这悬崖这么高，
看得我倒真有点害怕。不过谢雪晨，我想到了一个避人耳目的好方法。如何？是不是无人看到？下回再这样，我不会借你。哎，我这不是怕你为难吗？城中认识你的人甚多，今晚是属于你和我的时间，我可不想被人打扰。好啦，这样就没有人能认出你了。走吧。你拍谁的手呢？加大难度要不要？看好了，第1把，第2把，刀在人在，双刀齐飞。他骗人的，我也会。你可知在人界砸场子是要挨揍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被揍过啊？真的假的？你真没揍过啊？哎，你跟我说说嘛，你修为那么高，谁敢揍你啊？年少旧事罢了，不许提。不提就不提，反正重要的是现在的你。点心，点心，点心，刚出炉的点心，姑娘尝尝。这个，都要。哎，好嘞。这么喜欢吃点心啊？当年在人间，大哥哥带我吃的第1样东西，就是点心。你出钱，对吧？嗯。仙门山下摆摊算命，倒是有些勇气。你是个修士，不像啊。姑娘，此言差矣。若论这卜算之道，我们凡人未必会输给那些高高在上的修士。怎么说？他们不过是给修士算命。这修士是寿命几何呀？100年、1000年之久，这么长时间，哪怕是胡说八道，8成也能等到应验的那一天了。而凡人，不过活几十年光阴。可远远没有这个耐心。若说的不准，不出1月，保准让人掀了这摊子。有道理啊。就比如传说中的运秀山庄，都说那庄主有通天彻地之能，算尽天下苍生命运。呵呵，这可信吗？这不可信。他若真有如此本事，当年，运秀山庄又怎会被灵族报复、屠庄？哎，姑娘，想算些什么？姻缘。不知姑娘八字？八字？这可不知道。好吧。姑娘。可将这几枚铜钱置于案上，我来为您解卦。姑娘，你正陷在一段复杂的关系中。没错。那在你看来，
这段关系可会有什么变化？没救了。啊！哎呀，姑娘啊，你们这段关系已经走到了死路，我看是不成了。俗话说，这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哎，不如您再加几文钱，我给您看看接下来这段。胡说八道！我看你就是胡扯。不用等1月了，我现在就掀了你的坛子！不好意思，啊，我可以解释。我问你，刚才为什么掀人家摊子？我不喜欢他的结论。他只是一个普通人。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跟他显然势均力敌啊。散去你的魔功也不见你安分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要让我学会安分呢，只怕1000年还不够呢。所以，你得好好看紧我。喜欢吗？不喜欢。真的？假的？二位吃点什么呀？2碗素面。哎，好嘞，您稍等。谢谢。看你对这家面馆很熟悉，你常来啊？过去常来，只是老板好像换了。2碗素面好嘞。哎，谢谢。感谢姑娘日前救我老父，这2碗面就算我请你们的了。你父亲？姑娘可还记得几天前在街上帮了一个被小贼偷了钱袋的生病老人？我的钱没了。你该庆幸你在人界，不然你现在已经死了。女侠饶命！滚！谢谢。老爷子，怎么这么大年纪还自己出来买药？家里没人啊？家里有一子啊。不孝子！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我常年患病，家里积蓄都花光了。儿子为了给我挣钱买药，日夜不停地开着面摊。我不想让他再奔波，才自己来抓药的。没事了。那位老人是你父亲啊？哎，那就是我爹。我爹回来以后啊，把姑娘相救的事儿都告诉我了，从衣着气质到年纪相貌，他都牢牢记在心中。我替我老爹再次谢谢姑娘。没事儿。还有我女儿，听得爷爷讲了这事儿啊，说以后也要像姑娘一样做个大侠。小芳，过来。这孩子害羞，他不敢过来见你们。姑娘，您和您这位……啊，我相公。哦，您和您相公以后尽管来，到我这儿随便吃面，不收钱。既然您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可不客气了。不用客气，那您2位慢用啊。快吃吧，托你的福，吃了碗不要钱的面。谢雪晨。
今夜，我好像看到真正的人间了。他没有那么好，但好像也没有那么差。小芳，快看烟花！上一次我看烟花，还是10年前。那个人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？你的大哥哥。重要，很重要。那你确定你真的能分得清我和他？我有一个很简单，却很准确的分辨方式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我对大哥哥没有色心，但对你有。如途经过万年的雪落，他也一颗双眸光成河。说来仿若前尘曾爱过，若不然怎认得彼此眼波？苍野满阁凭烛观月。这人间热闹是热闹，但就是睡得早了些。此时于你而言还算早啊。就是有些可惜罢了。可惜什么？旅程结束了，雍雪城的囚徒该回冰牢才是。你不必回去。那我该去哪儿呢？一直待在吹雪楼，又算怎么回事？我让人给你安排住所。其实，我待在哪里不重要，我也不在意。重要的是，在你心里，我是以什么身份留下的？偷得半日欢喜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但我更希望你能早些回答我，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走啦。你竟如此心思涣散，就连我到了附近也没察觉吗？长老想说什么便直说吧。雪尘，我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，你莫要骗我。这穆玄灵，你对他很不一般。你看这雍雪城，在夜色里是如此的静谧安宁。可底下有多少暗流涌动？你很清楚。守护雍雪城的百姓，是你的责任。将来你还要守护仙盟，守护人族。一个穆玄灵与城主身负之责相比，孰轻孰重？你应该比我还明白。可从始至终，他都没做错过什么，甚至一直在帮我。长老，天下于一人，当真冲突吗？若不是穆玄灵，而是父亲，是长老你，是雍雪城的其他弟子，亦或是山下百姓，在面临抉择之时，我也应该抛弃你们吗？一人、百人、万人，若同样是无辜，性命的价值该如何衡量？
牺牲少者，保全多者，当真就算大义吗？你的道心在动摇。是，我有祸。正道从来沧桑泥泞，见道者必然截绝独行，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道理。自古传下来的道理就一定对吗？请长老放心，我只是有祸罢了，该担的责任一定会担。月升中天，我和宣信约好了一起守住他，我该过去了。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这人界还真是奇怪啊！要我循规蹈矩的是你们，现在我照做了，惊讶的也是你们。你既然已经回来了，就好好待着吧。师兄就这么走了？连禁制也不设，未免对我也太放心了吧？还是说你们觉得我魔功散尽，已是个废人，再无威胁可言？你这样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好说，那特意给你们带的。这，你们城主出的钱，算不上我贿赂，就当是师妹的一点孝敬吧。谢谢你们前段日子的照顾，收下吧，师兄。这，拿归拿，但若你闹事，我们还会上报的。那是自然。走吧。师兄慢走。若真有1000年就好了。可惜他是桑启，又怎会轻易罢手？春生剑这是怎么了？这怎么会？莫非是他来了？师父，发生什么了吗？是，都给我待在这儿，哪儿都不许去。是。于剑鞘中震荡，是剑在认主。春生剑自母亲死后便传给了我，平素连师傅都不认，剑主还能有谁？桑启，果然是你！姐姐的春生剑还是没把你忘了。春生。素凝真，哼，也罢，就让我在取出之前，先教训一下你这个猛妇，也让你知道好歹。桑启，我要替姐姐报仇，拿命来！不自量力。虽然此时风平浪静，但我总觉得有事要发生。那是因为谢城主的心
本就不平静的。要让心毫无动摇，绝非易事。谢城主不必担心，南庄主阵法无双，再加上你们在已经公开的阵法之上，加设了多个新的阵法，瞒过众人。一旦有灵族潜入，他们必定无所遁形。要杀便杀。你怎么是瘸的？在人间，你玩得很开心吗？你就是这样见师傅的？你还是来了。暗狱10年，你该知道背叛的下场。我在做出决定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好后果了。你是我最得意的弟子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好好想清楚，到底是现在随我回暗狱，还是我杀了这里所有的人之后，你再随我回暗狱？有灵族入阵，为何没有警报？莫玄灵，桑琪，你是南虚月吧？城中的阵法也是你所设的，还不错。我可以不管你做什么，但要把穆玄灵留下。就凭你，恐怕还拦不住我。南虚，你怎么了？开启归离阵法会有些损耗，但还死不了。归离阵法，山中世界可以暂时困住桑琪，但并非长久之计。时间紧迫，我必须立刻设阵，送你离开永雪城。以桑琪的实力，你困不住他的，别管我了。你魔功散尽，九死一生，被他抓回暗狱，即便不死，亦是生不如死。我早就习惯了，这是我的命数，与你无关，不该拖累你。你干什么？放过他，我跟你回暗狱。在人界待久了，本事没学多少，却越发变得没出息了。他不是仙盟中人，对你构不成威胁。别杀他。